我叫段寻，穿越过来大半年了，修为卡在催体四重动都不动。这原主真是个废物啊！兄弟们，把眼睛擦亮点，这地方以前住的可是内门弟子，真挖出来点宝贝，咱们这辈子都不用再当狗了。这是提升修为的丹药，得赶紧藏起来。哎，段寻那狗杂役是不是摸着好东西了？肯定是内门遗落的丹药。段寻，老子们都看见了，赶紧拿出来！段寻，你个废物，把东西交出来，否则老子打死你！都在这儿闹什么呢？是王长老。罢了，既然我得不到，谁也别想要。长老，弟子打扫时发现此物，正要上交。检测到宿主上交机缘，系统绑定条件满足，上交宗门补偿系统绑定成功。什么？这是系统？难道说我给宗门上交了东西，系统就会给我奖励？上交机缘成功，触发100倍暴击补偿，获得纯阳丹1。哈哈哈哈！这下赚了！有了系统，我的修为定能突飞猛进。段寻，你竟然上交也不给老子！好样的！你给老子等着，等扫完这里，老子扒了你的皮！哼！你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任你打的废物吗？纯阳丹，传说中能提升修为的神药，当了7年废物，就看今晚了。这是断体境8重，我靠，这力量竟然直接跳了4重！段寻，今晚不让你跪着叫爹，我周阳名字倒着写。正好拿你试试断体境8重的力量。放马过来！他妈的，你个废物还装上了！老子这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！哼，断体境5重的力量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承受得住？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你一个断体4重的废物，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力量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九哥可是断体5重，怎么可能被一招打败了？再不滚，你们就跟这桌子一个下场。这就是断体8重吗？好强的力量！1个月后就是外门大比，我定要夺得前3，进入内门。哥，段寻那个废物敢打我，他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啊！你一定要帮我弄死他啊！段勋，一个废物杂役，也敢打我弟弟？外门大比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至少要掌握1种武技，否则大比很难获胜。断体境8重，可入1楼挑选人阶武技，时限1个时辰。都是些大路货，这样的武技，狗都不要。这是什么？检测到机缘，玄阶下品残钻长夜剑诀，请宿主仔细查看。我靠，在宗门里捡到的宝贝也算我的机缘，玄阶下品，哎，可惜是个残卷。长老，弟子选好了。长夜剑诀，小子，你倒是有眼光。长老谬赞了，弟子告退。上交机缘成功，触发1000倍暴击补偿，获得地阶下品武技27叶剑。地阶，竟然是传说中的地阶武技！系统，你真是太牛了！半个月不眠不休，
3门武技皆入大成，而地阶武技27叶剑也初开圆门。修为进展太慢，该出去找点机缘了。身上一件像样的装备都没有，今天说什么也得淘着点像样的东西。检测到机缘下品灵气存在，位于左前方3尺处。下品灵气，这地方竟然还有灵气，是那枚玉佩。老板，这破烂玩意儿怎么卖？哎呦，客官好眼力，这可是从一处上古遗迹里流出来的宝贝，10块，不，只要8块下品灵石。就这破烂还8枚，你留着当传家宝吧。别，客官您出个价。4枚，行就行，不行拉倒。成交，亏本卖给你了。直接上交宗门，看看系统能给什么宝贝。哈哈。长老，这玉佩是弟子在访视偶然所得，觉得不像寻常玉佩，特来上交宗门。这是下品防御灵器，好小子，有觉悟，赏你30枚下品灵石。上交机缘成功，触发10倍暴击，获得中品灵气护身玉符。哈哈哈，来了，中品灵气，赚大了！谢长老。有此物在，即便遇到真气境的武者，我也能自保。是时候去黑水山脉检测下实力了。1阶妖兽赤牙野猪嘛，来得好，就拿你练手。越往里走，妖兽越强。不过我断体8重加上地阶武技27叶剑，只要不碰到4阶妖兽，都能应付。检测到机缘位置前方30丈，草丛深处30年药力血心果。哈哈哈哈！系统，你真是我爸爸！血心果，断体境突破真气境的灵药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3阶白灵贯蛇，能毒死真气境武者，必须小心一点。哈哈哈哈！血心果到手了，有这血心果，够我少苦修半年。小子，放下血心果，饶你不死！谁？这枚血心果是我们飞羽宗先发现的，交出来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小子，陈峰师兄可是断体境9重巅峰，识相的就赶紧交出来，跪下磕头。陈峰，很牛吗？没听说过。小子，竟然连我的大名都没听过！既然如此，那就去死吧！上！小重拳！什么？倒是小看你了。不过，断体8重跟9重巅峰的差距，很快你会明白。我这飘叶剑诀已是大成境界，看你怎么打。废话真多，打过再说。大成境界的人蝎剑法，果然老了。我这金铁剑也太拉胯了，再硬拼几下就得断。怎么，刚才不是挺能打的吗？就这点本事？去死吧！夜气之。啊，这是什么剑法？1阶，不可能！
怎么，飞羽宗外门第一，就这点本事？他剑法确实比我老练，但地阶剑法的威力他扛不住，下一剑分出胜负。不可能！你这种垃圾怎么会拥有地阶剑法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去问阎王爷吧。切，飞羽宗外门第一，就这？饶命！大哥饶命！我什么都没看见，别杀我！斩草除根，免得后患无凶。穷鬼，白瞎我这么卖力。听系统说里面还有大货，不过现在这点修为去了也是送菜，先回宗门休整一下，顺便把草药换成丹药。警告：检测到稀有机缘，方位西北，距离约10里，机缘等级极高。我的个乖乖，这股妖气起码是5阶的大妖吧？检测到目标5阶末引爆，该大妖守护着极高价值机缘。守护机缘，不入虎穴，验得虎子。干了！高风险高回报，穿越者不越级打造，那跟咸鱼有什么区别？就是这儿了，先天大妖的老窝。检测到稀有机缘，目标人族少女，体质玉灵药体，道体分支，万中无一，价值不可估量。道体，传说中躺着修炼都能升级的体质，这要是带回给宗门，要给我多大奖励？仙人，快救我！放我出去！我不想死在这里！丢，猪队友啊！啊，这么猛！出生力气也太大了！我操！这玩意儿是激光炮吗？亏大了！夜深人静。妈呀！玩大了！大业弥天！靠，总算干掉了，差点翻车。恩公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区区5阶大妖，小场面。可是，恩公，你全身都是伤。你懂什么？我故意的懂，让他放松警惕。我靠，差点交代在这儿了。先天大妖的内丹，这回是真发财了，少说值个几百灵石吧。唉，也不知道2块灵石报答效。苏瑶多谢恩公救命之恩，恩公大德，苏瑶无以为报。行了行了，别恩公恩公的叫，叫我段勋就行。你家里人呢？我爹娘都被那黑豹咬死了，我已经没有家了。道体啊，万中无一的道体，我要是把他带回宗门，掌教不得乐疯了。这奖励，苏瑶，你的体质很特殊，是万中无一的修炼奇才。我带你回青阳宗，引你入门修炼，你愿意吗？愿意，我愿意。
段勋大哥，这里就是青阳宗吗？好好气派。那当然，以后这就是你家了。走，哥带你去领身份牌。长老，弟子在黑水山脉救下此女，她身负道体，特带回宗门引荐。道体，你可知欺骗老夫的后果？弟子绝不敢欺骗长老。玉灵药体，上古顶级道体，快禀报掌教！天佑青阳宗，苏瑶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本座亲传弟子。段勋，立下不世奇功，赏碧落大丹和破风剑，并晋升外门弟子。碧落大丹，那可是掌教练了10年的宝贝，我咋没这命？捡个道体回来。上交稀有机缘玉灵药体成功，触发100倍暴击，获得星辰体道体。打我弟弟，又攀上了掌教真传。段勋，你一个废物，也敢和我作对？星辰体，来吧，让我看看传说中的道体到底有什么玄妙。这星辰体竟然能调动星辰之力锻炼肉身，断体9重巅峰，我突破了！这就是道体的力量吗？真气境，我突破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！真气境就能飞，这道体太夸张了吧！什么情况？宗门警装不是只有在宗门有灭门危机才会响起？这位师兄，等等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警钟为何这般急迫？邪魔各大势力联手入侵，北域大片疆土都沦陷了，无数宗门惨遭屠戮。掌教传下法旨，让所有弟子立刻去主峰护山大阵集结。邪魔妖道，来得好，正好拿你们试试我的星辰体和27叶剑。这么多邪修，到底来了多少人？外门弟子听令，按队列守御阵眼节点，擅离执违者逐出宗门。听说北域已经有3个宗门被灭门了，咱们青人宗守得住吗？我还没突破真气境，这怎么打？所有弟子迎战！三阶魔物，我们挡不住啊！虎啸冲拳！一拳轰碎3阶魔物。只是3阶而已，这群人慌成这样，看来外门弟子的实战能力确实堪忧。愣着干嘛？等死吗？还能动的跟我上！虎啸冲拳！检测到未归属机缘，3阶魔物内弹乘3，邪修法器残片乘2。等等，这些都是机缘。当前战场未归属机缘总计17，包含魔物内弹、破损法器、残配护心镜。发了。段师兄，他在捡尸，不要命了！愣着干嘛？杀你们的！检测到未归属机缘血煞蛮刀，人阶中品，破缓度7成，建议完整收集后统一上交。7成，修还能用。段师兄，魔物又涌上来了，先退吧。你们先撤，我断后。当前机缘收进度：储物乘7，法器残片乘4，丹药乘5，总价值评估可触发500倍暴击。500倍吗？段师兄，你捡这些有用？有用。可那些是邪修的东西，宗门规矩不让私藏。我什么时候说要私藏了？4阶魔将的尸骸，
检测到高价值机缘，血遁玉池地阶下一次性保命法器，当前收集进度更新，可触发650倍暴击。好东西，那是什么？小东西捡够了吗？真气境5重，血煞门屠签，你身上的东西老子要了。退后！段勋，退入阵内，那是真气境5重的魔头。想走？把东西留下，老子给你个全尸。想要？找死！全上交能触发多少倍？预计800到1000倍暴击。那得先活着出去。真气境5重，硬拼不行。星辰体刚入门，未必没机会。身法不错，可惜没用。叶林，这是什么剑法？差一点，死吧！抓住你了，永夜。真气境5重，真他娘难杀！越4重杀敌，老夫活了100年头一回见。段师兄杀了那个魔头，听说了吗？段勋杀了屠谦，真气境1重越4重杀敌，这还是人吗？地阶下品保命至宝，价值连城，加上这些内丹和法器，抵得上外门3年用户。段勋，这些东西你全部上交，宗门不能亏待你。上交机缘乘20，触发680倍暴击，获得地阶中品星陨步，地阶上品星云剑诀，6品玄元大当乘1，天外星辰云铁乘1，中品灵气星辰护心镜。地阶上品剑法，6品玄元丹药，这波血赚！宗门赐你中品灵气青霜剑，赏灵石300勒，晋升内门弟子候补。弟子段勋，谢长老厚赐。有地阶身法和剑法，有6品丹药，有护心镜和青霜剑。外门大比，谁还敢挡我？屠谦那废物，竟死在一个真气境1重的小子手里！尔等犯我青阳宗，杀我弟子，屠谦便是下场。哼，青阳子，今日给你个面子，撤！小子，邪修退兵，你斩屠谦那一剑功不可没。长老轻点，身上还有伤。滚去养伤。玄元大丹，6品丹药，配上星辰体，今夜必须突破。撑住！真气境3重巅峰，连破2级，玄元大丹果然霸道。星陨不小成，真气6重以下，没人追得上我。那个段心7连胜，外门第1，青霜剑都没拔，这什么怪物？听说他战场越4重杀敌，外门大比算个屁！段师弟好威风，既然拿了外门第1，想必不介意跟内门师兄切磋切磋吧？是赵宇，内门排名前20的赵宇，他来干什么？听说他弟弟周阳被段勋打过，这是来报仇了。外门大比刚结束，赵师兄这是要趁人之危。哼，你怕了？既然掌教不反对，那便请赵师兄赐教。放心，我会手下留情的。落星剑诀，流星追月，好快！找死！这一剑要你的命！叶落，我的天！段勋打赢了内门的赵宇，此子不错。段心，给我等着！赵师兄，承让。外门大比第1，段勋。段勋，此次你不仅拿下外门大比第1，更在邪修入侵时斩杀屠谦，牵制敌方，为宗门立下双重功劳。本座问你，想要什么赏赐？弟子不敢居功，邪修退兵是掌教出手震慑，大比夺谋是宗门栽培。若掌教愿赏，弟子斗胆，
求一枚秘境历练的名额。一个候补也敢要秘境名额？你倒是会挑时机，不错。北域各宗在黑水山脉深处联手发现了一座上古秘境，入口就在3日后开启。秘境限制真气境以上不得入内。既然这样，段勋听令，本座准你代表青阳宗入秘境探索。若能寻得机缘上交宗门，另有重赏。弟子遵命，定不负掌教所托。宗门为你备好了补剂，内有疗伤丹药10瓶，回气丹5瓶，中品灵石3枚。秘境凶险，好自为生。谢长老。获得宗门机缘，秘境名额：储物戒指乘1，疗伤丹药乘10，回气丹乘5，中品灵石乘3，触发5倍暴击补偿。获得上古秘境残图乘1。秘境残图，系统给的补偿比宗门赏赐还实在。段勋大哥，我求了掌教好多次，他不让我去，说我才断体境，太危险。掌教说的对，等我在秘境找到好东西，回来分你。这是我编的平安结，灌注了药灵之力，能帮你挡一次小伤。谢了，回来给你带好东西。段勋，擂台上让我在内外门弟子面前丢尽脸面，秘境里我让你10倍偿还。秘境名额到手，各宗天才齐聚一堂，浑水才好摸鱼。这次得多捡点宝贝上交宗门，触发暴击才是我最大的底牌。秘境，我来了。飞羽宗来了6个，血煞门7个，都是真气境中期往上。段勋，你一个真气境3重，别拖我们后腿就行。顾好你们自己。青阳宗的，听说有个弟子杀了屠谦，就是你吧？我会亲手摘了你的脑袋。那你可以试试。哼，有意思。看来传送地点是随机的。检测到机缘，前方10里，废弃药园有300年药力灵药残留。300年药力，走。紫金玄宗，300年药力能直接提升真气境修为。青阳宗的，一个人也敢来秘境捡宝贝，3个人就想抢东西，我们3人全是真气境4重，你一个3重，10项就滚。哼，试试。想走？这玄身上交宗门至少触发100倍暴击，先攒着，等攒够一波大的再上交。五彩灵泉，洗精法锁的宝物，这地方在外面能引起宗门大战。检测到机缘，五彩灵草乘3，龙玄神花乘5，地心乳乘1，总价值评估可触发300倍暴击。这波够肥。青阳宗的，这灵泉是我们先盯上的，先到先得。黑水山脉里拳头就是规矩，4对1，你有胜算。试试。上！晨光破，看你往哪儿跑！中品防御灵器，星云斩，血煞合击阵。这刀挡不住，那就不挡了。星灭，饶命！东西全给你。杀了你，东西一样归我。得赶紧找个地方疗伤，这里不安全。五彩灵泉、紫金玄参、龙涎草、凝神花、地心乳，加上4个储物袋的战利品，这趟收获不小。这些东西带在身上太招摇，可惜没办法上交，只能先攒着，出去再说。核心区在这片荒原尽头，距此约100里。我需要提升实力，去核心区一探。罗征进秘境时放话要杀我，
以他的性格，多半会在核心区入口截杀各宗落单弟子。想截胡，那就看谁截谁了。不过我现在的修为才真气境3重巅峰，罗征是真气境6重，差距太大。先吃一半提升实力，留一半上交。真气境4重中期，加上星陨步和星陨剑诀，对上6重我也有一战之力。赵师兄，秘境入口已关闭，无法跟进去。我知道，秘境外的人进不去，但不代表里面的人不能替我动手。罗征师兄，我是青阳宗赵宇，青阳宗的赵宇。听说你擂台输给了一个外门杂役，丢尽了脸面，找我什么事？我告诉你段勋的底细，你帮我杀了他，事后还有重谢。你倒是会借刀杀人，不过这笔买卖我接了，正好我在核心区入口等他。他有一件中品防御灵器，你要小心。中品灵器算什么？我带了血魂旗的仿品，真气境8重一击，足够破他10层防御。等你杀了段勋，宗门追查起来，血煞门罗征就是最好的替罪王。段勋，这次不用我亲自动手，真气境6重加血魂旗，我看你怎么活着走出秘境。残条标注的核心区就在这片石林后面。终于来了，段勋，我等你好久。罗征师兄专门在这儿等我，真是受宠若惊。少废话，你杀了屠谦，又抢了我血煞门弟子在灵泉的机缘，今天这笔账一并清算。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给我上！星云斩！等的就是你出招。你这老阴鬼，一直没出手，就是在等这个机会。真气境6重的全力一刀，果然够劲。中品灵气护心镜，好东西！杀了你，他就是我的了。这人真是真气境4重，怎么和罗师兄打得不相上下？不愧是6重，真气浑厚程度远超我，应聘撑不了多久，得用那一招了。你完了！星灭！这是什么剑法？想跑？别杀我！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说。是赵宇，你们青阳宗的赵宇，他给了我你的全部底细，让我在秘境里杀你，他还说有重谢。赵宇，擂台输了就买凶杀人，好得很。还有什么遗言？一起死吧！这威力，至少相当于真气境8重的全力一击。检测到机缘血煞门弟子储物袋乘6，罗整齐储物戒指乘1，总价值评估800暴击。赵宇，等我出去，你的死期就到了。他居然活着又怎样？活着出来了。活着，看他这狼狈样，估计没捞到什么好东西，能保命就不错了。是他，我亲眼看见的，他在药园杀了我们飞羽宗3个人。青阳宗的杂碎，杀我飞羽宗的人，今天你别想活着出去。他们先动手抢我的东西，技不如人，死了活该。放屁！分明是你杀人夺宝。正好，省得一个个找了。第一个，远程攻击，别让他靠近。不让我靠近，那就不靠近。星灭！当
前秘境收获更新，储物袋乘18，储物戒指此1，各阶灵药、法器残片17，血魂旗仿品残片1，总价值评估可触发1300倍暴击。12个，他一个人杀了12个。我之前还说他拖后腿。小子，我血煞门的罗征呢？我飞羽宗的弟子呢？是不是你干的？他们要杀我，被我反杀了。小畜生，给老夫死！血煞门长老当着本座的面杀我青阳宗弟子，你是不把我青阳宗放在眼里？他杀我血煞门弟子，秘境之争，生死各凭本事。你血煞门弟子技不如人，怪得了谁？青阳子掌教，此事我飞羽宗记下了，请便。弟子段勋，此次秘境共斩获储物袋18个，灵药23株，法器残片17件，全部上交宗门。好，很好，段勋，本座果然没看错你。上交机缘乘62，触发1300倍暴击，获得地阶极品星辰剑体、7品星辰大丹仪、上品灵器星辰剑、中品灵器星辰甲、星元丹乘30。地阶极品，7品丹药，上品灵器，这波暴击太狠了。罗征那个废物，居然连个真气境4重都杀不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他没有证据，只要我咬死不认就没问题。段轩大哥，你受伤了。小伤，不碍事。诸位，段勋此次秘境之行，斩杀血煞门罗征等敌宗弟子，缴获大量战利品上交宗门，这份交有目共睹。这血煞门内门的高手，他都杀了。不仅如此，他上缴的战利品价值抵得上外门3年用修。掌教，此子当重赏。段勋，从今日起，你正式晋升内门弟子，赏内门居所1座，灵石500蒙。内门功法阁任意挑选1部玄阶武技。弟子谢掌教，弟子还有一事禀报。青阳宗的赵宇，听说你擂台输给了一个外门杂役，丢尽了脸面。我告诉你段勋的底细，你帮我杀了他，事后还有重谢。这笔买卖我接了，他有一件中品防御灵器，你要小心。这不可能！你怎么会有罗征的传讯玉符？罗征临死前我顺手拿的。赵师兄买通血煞门的人杀同门师弟，按宗门律法该当何罪？赵宇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掌教饶命！弟子一时鬼迷心窍，求掌教饶命啊！残害同门，按宗门律法废去修为，逐出山门。不，掌教，我愿戴罪立功，我愿意去北域战场，求您别废我修为。你曾在北域战场斩杀过邪修，本座饶你一命。即日起贬为杂役弟子，发配北域前线10年，以功赎罪。若战场战死，也算全了你一份忠义。段勋，你等着，早晚有一天我会杀了你！给脸不要脸！北域战场那里的邪修会让你闭嘴的。今日之事到此为止，段勋，你回去好好的休整，3日后参加内门大比。内门大比？没错，若能进入前10，可获得进入宗门玄天秘境的资格。检测到机缘信息，玄天秘境上古宗门遗址，内含天阶传承。天阶传承，这可比上古秘境高级多了。弟子定当全力以赴。这药力比轩辕大丹强了10倍不止。真气境7重，连破3重，这7品大丹果然霸道。林月，请段师弟指教。段勋，请师兄赐教。林月师兄的幻影3绝剑，大成境界。林师兄，承让，我输了。多谢段师弟手下留情。1剑，他只用了1剑。林月师兄可是排名前15的高手啊！段师弟，你很强，我看了你所有比试，全部1剑制敌。说实话，我做不到。沈师兄谦虚了，不谦虚，所以这一战我会全力以赴，小心了。星辰，你这剑法
地阶，侥幸而已。不是侥幸，我输了。段巡师弟，从此以后，内门大师长的位置是你的了。大师兄永远是大师兄，我只是赢了一场比试。内门大比第一段序，3日后入玄天秘境。玄天秘境，天阶传承，我来了。内门大比夺魁，触发成就暴击，获得玄天秘境核心区坐标乘1，目标锁定天阶功法传承。玄天秘境100年开启一次，是上古玄天宗遗址，尔等入内机缘自寻，但切记秘境中禁制遍布，杀机暗藏，量力而行，活着回来。谨遵掌教法旨。段勋，遗迹内不只有我们青阳宗弟子，估计各个宗门都会派人前去，小心飞羽宗和血煞门的人。上次你杀了他们的弟子，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可这传送阵不是在我们宗门吗？当年玄天宗遗留传送阵连通整片大陆，各宗皆有接入点位，秘境内部互通，免不了碰面交锋。段师弟，进秘境后你我组队行事，互相有个照应。好。玄天秘境已锁定核心区坐标。提示：秘境分9层禁制区域，核心区位于第9层，前3层为安全区，4至6层有真气境后期禁制，7至9层需特定传承钥匙。传承钥匙，看来这趟不光要打，还得找。段师兄，沈师兄，其他人呢？传送是随机的，应该散落在第1层各处了。先搜这片区域，按住向后，在前面那座高塔汇合。是。检测到机缘残破石碑，内含玄天宗入门心法残篇，价值评估可触发20倍暴击。入门心法，上交不亏。青阳宗的，这入口我们先到。你们飞羽宗在秘境里杀了我们师弟，今天这笔账正好算算。等等，要打里面有的是机会，现在打2败俱伤，谁也进不了核心区。哼，走。你拦我做什么？让他们先进去趟雷。禁止区的陷阱，总得有人踩。走，绕开正面禁制。检测到机缘，玄天宗丹玉房遗址内有未失效丹药乘5，价值评估可触发50倍暴击。玄元聚气丹4品丹药，1米可抵真气境数月苦修。沈师兄，这丹药算大家一起发现的，出去撞交宗门后，每人分1枚。段师兄仗义，你这人不贪心，难得。青阳宗的想进第6层，先交过路费，每人3株灵药或1件法器，否则就别走了。就凭你们青阳宗在秘境里杀我血煞门的人，还抢了灵泉，今天这笔账一起算。说完了。我刚才听错了，你要多少过路费？不要了，师兄饶命！滚！都来了，这座殿里有传承钥匙，谁能拿到，谁就能进核心区。这门打不开，有禁制。星辰破！传承钥匙。把钥匙交出来！暗夜。既然各位都不要，那我就笑纳了。沈师兄，走。非传承钥匙持有者不得入内。
第9层，天阶传承就在里面。沈师兄，这扇门指人钥匙，你恐怕进不去了。没关系，能走到这里我已经满足了。你进去吧，宗门等你拿传承回来，小心。3000年了，终于有人来了。吾乃玄天宗最后一任掌教，留下此传承，望后世有人能继我道统。晚辈段勋，青阳宗弟子，见过前辈。不必多礼，想要得到传承，需通过我留下的考验。你只有一次机会，9星困阵，一炷香内破阵，传承归你；破不了，神魂重创，修为倒退3重。请前辈赐教。原来如此，这阵法运转的规律和我的星辰体一模一样。天意，天意呀！星辰体，玄天宗等了3000年的传人，竟是拥有星辰体的人。传承开始，天阶下品功法玄天星辰诀，天阶下品身法九霄星辰步，天阶下品剑法星辰九式。秘境承受不住传承的力量，即将崩塌。临走前，吾有一物赠你，此乃玄天星辰珠，是玄天宗至高信物。持此珠，可开启玄天宗遗留在外的所有秘藏。吾道统后继有人，心愿已了。前辈走好。沈师兄。段师弟，你活着出来了！别说话，跑！都出来了。弟子段勋在秘境核心层获得天阶传承及玄天宗信物，全部上交宗门。上交天阶传承及玄天星辰珠，触发3000倍暴击。获得天阶中品星辰不灭体、天阶中品9转星辰剑、8品星辰造化丹成仪、极品灵器星辰剑、升级星辰斩发青阳机、玄清星图成仪仪、星脉丹100。天佑青阳宗，段勋，你为本宗立下不世之功。段勋在玄天秘境获得天阶传承，上交宗门，这份功劳本宗历派1000年未有。从今日起，段勋晋升核心弟子，位列所有内门弟子之上，赏灵石3000地阶功法一部独立洞府一座。老夫活了120年，从未见掌教如此厚实。段勋大哥，恭喜你啊！说好了回来给你带好东西的，怎么能食言？玄元聚气丹4品刀药，等你突破真气境的时候用。嗯。 8品丹药，系统暴击给的这东西，青阳宗掌教都不一定见过。真气境，9重巅峰，距离罡气境只差临门一脚。极品灵气就是不一样，这剑已经通灵了，加上天阶中品的9转星辰剑和星辰不灭体，就算罡气境也能一战。不过传承的事还是低调些好，天阶功法太过惊世骇俗。玄天星图是上古星空图录，记载了72颗主星的运转规律。 配合星辰体修炼，能加速10倍不止。等突破罡气境，就能去星图标注的那些秘境看看了。罡气境是一道大坎，需要大量的灵气积累，光靠苦修至少要大半年，得出去再找机缘。段勋，速来主殿，北域战场急报。北域战场急报：邪修联盟10万大军猛攻北域防线，已有11宗沦陷。圣天宗各招齐援，青阳宗需派30名弟子前。掌教。 30名弟子不是小数目，宗门精锐尽出，后方空虚。此乃圣天宗令谕，北齐邪修南下，青阳宗首当其冲，这一仗必须打。掌教，弟子愿往。好，段勋，你的实力足以独当一面，本座命你为青阳宗援军队长，率沈建臣等30名弟子，明日出发。掌教，我也要去。你才真气境1重，战场上太危险，留在宗门好好修炼。可是段勋大哥去了，我也想去。苏瑶听话，等你修为上去了，我带你出去玩。 那你小心。听说这次邪修联盟出动了3位罡气境的魔将，圣天宗那边压力很大。青阳宗段教队长，前线急报，
血煞门魔将屠万军率邪修正在攻打北域第7防线，圣天宗命令你部立即驰援，务必守住第7防线。第7防线现在什么情况？守军已经撑了3天，如果今天再没有援军，防线必破。对方有罡气境高手，这怎么打？怎么打？杀穿他们就行。诸位师弟，北域战场不是宗门比试，是真正你死我活的地方。怕死的现在可以留下，我不勉强。愿随段师兄死战。好，跟我上。你们全是真气境。够了！9转星辰剑，第1转星落。这是什么级别的剑法？还愣着干嘛？杀！谁敢杀我先锋？老子屠万里在此！罡气境魔将，来得好！行落！真气境怎么可能上到我？第2转星裂！第7防线守军残局，谢青阳宗救命之恩。起来，不必如此。段师弟，刚才那一剑，你真气境9重巅峰了。我突破到真气境8重还沾沾自喜，想着终于能赶上你了，结果你又把我甩出去一大截。回头分你一枚星元丹，够你突破到9重的。一言为定。青阳宗段勋以真气境斩杀罡气境魔将屠万里，这份战绩，北域战场10年未见。晚辈侥幸而已。听说血煞门的屠谦也是你杀的，侥幸2次就不是侥幸了。说正事，邪修联盟在黑龙谷集结了主力，由副盟主厉天行亲自坐镇。厉天行是罡气境9重的强者，距离元罡境只差半步。本帅决定3日后的阴时发起总攻。检测到稀有机缘，黑龙谷深处上古龙脉残留气息，可借助龙脉之力淬炼肉身，突破。如果能在总攻前找到龙脉，突破罡气境，胜算会大得多。陆帅，末将请命，今夜潜入黑龙谷探查敌情。一个人太冒险了，人少反而灵活。末将有保命手段，请陆帅放心。好，本帅给你1夜时间，活着回来。这就是龙脉残影，全部吸收，不仅能突破罡气境，星辰不面体也能入门。没想到除了本座之外，还有人能找到这里。李天气境，真气境，能潜入本座眼皮底下，有几分本事。本座在这龙脉前枯坐3天，始终差一丝气机，无法吸收。你既能找到此处，或许是天意。用你的血祭龙脉，助本座突破元罡境，差距太大，正面连一刀都接不住。唯一的办法，抢在他前面吸收龙脉，10米，以9霄星辰步的速度，2个呼吸就能到。但厉天行的攻击不会给我2呼吸。极品灵气战甲啊，难怪一个人摸进来。不过区区真气境能扛几次？你敢！可恶的蝼蚁，我要杀了你！看来你进不来，龙脉护得了你一时，护不了你一世。本座就在这等着，等你吸收完出来，本座亲手剥了你的皮，炼化你体内的龙脉之力。这什么东西也太疼了！这星辰之力竟然可以跟龙脉结合。罡气境2重，龙脉之力加上星辰不灭体入门，连破2重。你想等我出关夺机缘，可惜你等来的只会是自己的死期。屏障散了，小畜生，本座说过，你出来就剥了你的皮。吏部盟主，你守着龙脉3天没吸收，我2个时辰就吸完了。你说这是不是说明龙脉跟你没缘分？死到临头还逞口舌之礼，正好拿你试试龙脉淬炼后的拳头有多硬。你的力量，龙脉之力竟然跟你的功法完美融合了。还要多谢你守了3天没舍得吸收，这龙脉品质确实不错。油嘴滑舌，给本座死！9转星辰剑，第1转星落。天阶剑法，玄天宗的传承果然落在你手里了。第2转星裂。小畜生，若非本座被龙息所伤，你岂能伤我？本座今日就算拼着修为倒退，也要将你碎尸万段！拼命了，这招不能应接。找死！9转星辰剑，第3转星灭。若非龙息旧伤，本座岂会败给你一个罡气2重的蝼蚁？败了就是败了。吏部盟主，还有什么遗言？
段勋，今日之耻，本座记下了。待本座养好伤臂，突破元庚即必取你性命。想跑，用传送玉符跑了。不过刚才那一剑，他挨得不轻，加上龙息旧伤叠加熄灭剑伤，没个1年半载恢复不了。厉天行重伤逃遁，邪修联盟群龙无首，陆帅那边应该很快就能拿下战场。北域这一战，差不多该收稳了。段勋，你总算回罡气境2重，你一夜之间从真气9重突破到了罡气2重。段师弟，你是人还是妖怪？在黑龙谷地窟找到了一处龙脉残影，侥幸突破。龙脉，在黑龙谷深处，那里可是厉天行亲自坐镇的地方。碰到了，打了一架，他重伤跑了。你说什么？厉天行，邪修联盟副盟主，罡气9重巅峰的厉天行被你打跑了？他被龙息所伤在先，旧伤未愈。我突破罡气境后，趁他伤势发作，用天阶剑法斩了他一剑。他捏碎传送玉符逃了，估计没个1年半载恢复不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厉天行重伤逃窜，天助我也！段勋，你这一战不仅突破罡气境，还重创了邪修最大的底牌，这份功劳比斩杀10个魔将都大。还有这个，跟厉天行动手前，我摸清了邪修营地的布防，3个魔将的位置都标在上面。你小子一夜之间干了3件事儿。突破罡气境，重创厉天行，摸清敌营布防。本帅带兵20年，从没见过你这样的人。诸位，昨夜青阳宗段勋孤身潜入黑龙谷，突破罡气境，重创邪修副盟主厉天行。厉天行重伤逃地，邪修联盟群龙无首。上次秘境他一个人杀穿了我们全队，现在连罡气9重都不是他对手了。今日午时，全军出击！段勋仍为先锋，直取邪修修左翼魔将营地。本帅亲率中军，一举荡平黑龙谷。必胜！必胜！必胜！青阳宗，跟我上！谁？罡气2重也敢闯我营地？说完了。留10人守营地，其余人跟我去中军。一剑秒杀罡气3重，段师弟，你真的不是妖怪吗？多谢陆帅客气。邪修联盟副版主厉天行已被段勋重伤逃地，左中右3路魔将尽数伏中，尔等还不投降？此战大捷，首功当属青阳宗段勋，以罡气2重重淬罡气9重厉天行，连斩邪修魔将。这份战绩，北域战场100年未见。段师弟，你现在成了北域的名人，回去之后，宗门不得把你当宝贝供起来？不至于。段勋，本帅已向圣天宗请功，你的赏赐不日便到。另外，本帅想留你在北域战场，你意下如何？陆帅好意，段勋心领。但北域之战已结束，我想回宗门一趟，还有些事要处理。可惜，也罢，你这样的天才本就不该困在一个地方。检测到战场遗留机缘，魔将储物件乘3，各阶邪修法器乘41，厉天行残血烙印乘1，总价值评估可触发1800倍报金，是否统一标记后上交？标记，等回宗门一块上交。厉天行跑了，但他的令牌留在这里，这东西对宗门来说应该有些情报价值。出来这么久，该回去看看了。苏瑶那丫头不知道突破真气境了没有？赵宇被发配北域前线10年，说不定也在这里。回头问问陆帅他的下落。段师弟，陆帅让我叫你，升天宗的赏赐到了。来了。圣天上法旨：青阳宗核心弟子段勋于北域战场连斩魔将，重创邪修副盟主厉天行，居功至毁，特赐圣天令1枚，持此令可自由出入圣天宗外门各殿。8品丹药龙虎大丹1枚，上品灵石500枚。上品灵石500枚，抵得上一个小宗门1年的用脑。段勋，谢圣天宗厚赐。段勋，以罡气2重击败罡气9重，这份战绩，圣天宗高层已有所耳闻。圣主托我转达一句话：
北域只是起点，中州才是真正的舞台。段勋记下了。圣天令可不是随便给的，整个北域战场持此令者不超过5人。你回宗前拿它去圣天宗设在北域的灵气殿，能换不少好东西。多谢陆帅提醒。圣天令持有者可入内库挑选一件灵器，公子这边请。检测到机缘破损古剑残片，内含残缺天阶建议，价值评估不可量化，建议上交。天阶建议残片，这东西放在灵气殿的角落里吃灰，估计没人认得出。我要这个。公子，这只是块废铁，连灵气都算不上。您持圣天令，可以选一件上品灵器。就它了。上交宗门触发暴击，比拿一件上品灵器划算多了。段师弟，这次回去你打算做什么？先闭关，北域一战积累了不少感悟，趁热打铁。那个厉天行跑了，你不担心他日后报复？他挨了龙息加星灭2剑，没个1年半载恢复不了。等他恢复了，我也不会在原地等他。你这底气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。厉天行不足为惧，他恢复要1年，1年时间够我修炼到他仰望的程度了。该担心的是他。段师兄回来了！段勋师兄从北域战场回来了！听说段师兄在北域斩了几个魔将，何止！我表哥从北域传讯回来，说段师兄把邪修联盟的副盟主都打跑了，那可是罡气9重。段师兄，给我签个名吧！我说什么来着？你现在是宗门的名人了。长高了。段勋大哥，段勋斩杀屠万里，重创厉天行，助圣天宗平定北域，这份功劳比本座预想的还要大。掌交过誉，弟子还有一事，在北域战场捡了些战利品，正要上交宗门。检测到机缘共计生石53件，其中天阶剑意残片1，魔将储物戒3，厉天行残血烙印1，总价值评估可触发2200倍暴击，是否上交？上交。上交机缘乘53，触发2200倍暴击，获得天阶上品星辰教义、9品星神大丹乘1，极品灵器星痕剑可成长，星辰元晶乘1，天罡炼神丹乘10。天阶上品剑意，9品丹药，可成长的极品灵器，这波暴击顶得上之前所有。这些法器内丹抵得上宗门5年的积累。段勋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？弟子想闭关一段时间，消化北域所得。准，本座将宗门的星辰封洞府你，无人打扰。 9品丹药，整个北域都未必有第2枚。这枚丹药下去，应该能突破到罡气4重。罡气近5重，9品丹药加上之前龙脉的积累，连破3重。星痕剑，可成长型极品灵器，只要不断吞噬星辰之力，品阶还能提升。先巩固修为，然后去宗务亭看看苏瑶那丫头修炼的怎么样了，再问问赵宇的下落。 段勋大哥，真气境3重，你修炼速度比我还快。掌教说我体质特殊，修炼比常人快些。给你带了点东西，天罡炼神丹，专门淬炼神识的。你修为提升快，神识跟不上会留隐患，这个每月服1枚，配合修炼。段勋大哥，你对我太好了。掌教，弟子还有一事想请教。赵宇被发配北域前线后，可有什么消息？赵宇3个月前在北域一次遭遇战中失踪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失踪？ 本座已派人查探，但北域局势混乱，暂无结果。怎么，你担心他？一个被废的杂役弟子，翻不起什么了。只是确认一下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我。不过以他的修为，就算活着也威胁不到我。段勋，听说你在星辰峰闭关，怎么有空来老头子这儿？长老，弟子想查一些关于中州的信息。中州？你想去中州？暂时还没决定，但圣天宗的特使提过一句。 我想先了解了解。中州是整片大陆的核心，那里的宗门跟我们北域不是一个级别。圣天宗在北域是霸主，放到中州只能算2流。中州有4大圣地，分别执掌剑、丹、阵、气4道至高传承。你修炼的星辰体系，传闻与中州的星辰圣地有些渊源。星辰圣地，星辰圣地是4大圣地中最神秘的一个，据说收徒极其苛刻，只有拥有特殊星辰体质的人才能入内。你若想去中州，老夫建议你先突破到元罡境。中州不比北域。弟子明白了。
多谢长老。星辰元晶，系统说是星辰圣地独有的修炼资源，一块拳头大小的元晶，在星辰圣地能换一部地阶功法。吸收完这块元晶，应该能摸到罡气6重的门槛。不过更重要的是星辰剑意，天阶上品的剑意，得花时间好好参悟。星辰剑意，星云，天阶上品剑意果然霸道，只是入门，消耗的星魂就这么大。以我现在的修为，全力也只能出3剑，这种威力，同境界的人挡不住1剑。加上剑意对罡气屏障的穿透力，就算面对罡气8、9重的对手，3剑之内也能分出胜负。提示：星辰圣地每10年对外招收1次弟子，下一次招生在3个月后，地点：中州星辰台。3个月后，时间上来得及。不过去之前得把修为再往上提一提。元罡境是中州的及格线，我至少得突破到罡气7重以上才有底气。段勋，你这气息罡气5重巅峰，闭关半个月又突破了。侥幸，掌教，弟子想申请外出历练。去哪里？中州。中州不比北域，那里的天才多如牛麻，罡气境只是起步。你虽然在北域战场上表现惊艳，但去了中州未必能占到便宜。弟子知道，正因为如此才要去。你这样的天才困在北域确实可惜，但3个月后就是北域7宗会武，你代表青阳宗参加，若能拿下第1，本座亲自为你写一封推荐信给中州的星辰圣地。弟子遵命。7宗会武，正好拿它来试试星辰剑意的实战效果。段师弟，你出关了。沈师兄，7宗会武的事你听说了吗？当然，这可是北域最大的盛事，7宗最顶尖的弟子都会参加。怎么，你要参加？掌教让我代表青阳宗出战，那我可得压你赢。你现在的实力到什么程度了？罡气5重巅峰。当我没问，每次问，受打击的都是我。星痕剑的星痕能吞噬星辰之力成长，我体内有龙脉和星辰双重力量，用它施展星辰剑意，威力至少提升3成。天阶上品剑意分3重，第1重星陨，我已入门；第2重星藏，需要将剑意压缩到极致再爆发。以我现在的修为，勉强能出1剑，还有1个月，突破到罡气6重，再把星藏练熟。韩师兄，就是他，段勋在黑水山脉杀了陈峰，在秘境里又杀了我飞羽宗好几个师兄弟。我知道，擂台上我会让他加倍偿还。那是赤霄宗的烈云，罡气6重，据说火焰刀法已经大成。还有那边七星宗的柳白衣，罡气7重，是这次夺回的热门。最强的就是他们2个。明面上是这样，但飞羽宗的寒月也不好对付，罡气7重。你在秘境里杀了他飞羽宗那么多人，他肯定第一个找你。那就从他开始。上来就是硬仗，飞羽宗的首席对青阳宗的妖孽，段旭就是在北域打跑厉天行那个，他才罡气5重吧？韩月可是罡气7重。7宗会武第1轮，青阳宗段训力阵飞羽宗韩月，开始。段勋，你在黑水山脉杀我师弟陈峰，在秘境里又杀我飞羽宗数名兄弟，今天我让你10倍偿还。你们飞羽宗的人每次都喜欢报一遍仇，说完了吧？说完就动手。寒冰属性的剑法，可惜冰封不住星辰。星辰剑意，星陨。青阳宗段勋胜。1剑，又是1剑。段师弟，你打罡气7重跟打小孩似的。韩威可是飞羽宗首席，在你面前连1招都接不住。他的剑法太依赖寒冰属性，被星辰之力克制。如果换一个属性不相克的对手，不至于1剑都接不住。你太谦虚了。下一场对赤霄宗的烈云有把握吗？打过才知道。段师兄，北域战场上的战绩，烈云佩服，但擂台上我不会留手。请。烈云师兄上来就放大招，这火焰刀阵，同境界没人敢应接。火焰刀法覆盖广但不够凝练，只要找到间隙，不难破解。得罪了。
好强的肉身力量，我认输。多谢段师兄手下留情。青阳宗段勋胜。2场了，都是碾压。下一场对七星宗的柳白翼，他是这次夺魁的最大热门。据说他的七星剑法已经修炼到第7式，能引动星辰之力。引动星辰之力？对，七星宗的祖师据说曾观摩星辰运转，创出这套剑法，威力不弱于地阶极品。他跟你一样，都有星辰属性的功法。有意思，星辰对星辰，看谁的星更亮。段师弟，你的星辰剑意很强，但七星剑法传承300年，对星辰之力的运用以真化境。这一战，我会让你见识真正的星辰之力。真正的星辰之力，好，我等着。七星剑法第1式开阳，确实比韩月强，但你的星辰之力是从天借，我的星辰之力是自身的。星辰剑意星陨，你的星辰之力不是借来的，是丹土里自己产生的。还要继续吗？我还有最强一击，第7式摇晃，你若能接下，我便认输。这一剑值得认真对待。星辰剑意精藏，我输了，心服口服。七宗会武第1，青阳宗段勋。七宗会武第1，赏圣天金令1枚，上品灵石1000枚，地阶极品功法1部。谢长老。段勋，本座兑现承诺，这封推荐信可助你入中州星辰圣地。信中详细记载了你的体质、修为与战绩，持此信前往星辰台，至少能保你一个外门考核的名额。弟子定不负掌教所托。星辰圣地，那可是中州4大圣地之一，北域弟子能进去的，100年不超过3个。段勋连柳白衣都一剑击败了，进星辰圣地是迟早的事。段师弟，留步。柳师兄，你那一剑星藏，我现在还没想明白是怎么破的，但败给你，我服。听说你要去中州星辰圣地？是，这是七星宗的信物。七星宗祖上曾与星辰圣地有些渊源，持此玉佩去星辰台，或许能帮上一点忙。多谢柳师兄，保重。推荐信加七星宗信物，你的中州之行稳了。什么时候出发？先回宗门，临走前还有些事要处理。罡气6重巅峰，星藏仪式已经熟练，星辰剑意第2重算是彻底掌握了。以现在的实力，加上天阶剑法和惊痕剑，对上罡气9重也能正面一战。是时候出发了。中州路途遥远，光是穿过北域边境就要半个月。星辰圣地的招生在2个月后，时间刚好够。段勋，你今日便要出发？是，中州路途遥远，弟子想早些动身。你入我青阳宗不过1载有余，从断体4重到罡气6重，从杂役弟子到七宗会武第1，本座活了100年，从未见过如你这般的天才。这是本座的传讯玉符，若在中州遇到危难，捏碎此符，本座无论身在何处都会赶来。掌教之恩，段勋永世不忘。段勋大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等我学成了就回来看你。你在宗门好好修炼，下次见面让我看看你突破到什么境界了。我一定好好修炼，等我变强了就去找你。北域的酒，路上喝。段师弟，说好了，等你回来咱们再打一场。一定。3里院跟着，当我察觉不到。老夫血煞门大长老血无痕，厉天行是我师弟，被你重伤至今还在养伤。听说你身上有玄天宗的传承，还有一把可成长的极品灵器，交出来，留你全尸。想要，自己来拿。星辰剑意，星藏。罡气6重怎么可能伤到我？厉天行罡气9重巅峰都被我打跑过，你比他强不了多少。
那就是星辰圣地设在边境的隐星塔。星辰圣地招生倒计时55天，先去最近的天星城休整一下。听说了吗？星辰圣地今年名额少了一半，不过有推荐信，可以直接跳过初试。北域青阳宗，很少见北域弟子独自来中州，入城费1块下品灵石。这次主考官是叶星河，元康境8重。他当年也是北域出身，说北域弟子基础差，必须加倍考核。加倍考核，那就加倍好了。检测到机缘，灵药房角落废弃丹炉，内含上古炼丹首招残液，价值评估可触发100倍暴击。掌柜，那堆废丹炉怎么卖？收破烂收来的，你要随便拿，不要钱。上古炼丹手熟，等入了星辰圣地上交宗门，积累的机缘越多，暴击越狠。那就是星辰台。离招生还有7天，人已经这么多了。罡气6重，兄弟，今年只有500个名额，报名的人有2万多，罡气6重第1层就会被刷下来。姓名、宗门、修为。段轩，北域青阳宗，罡气6重。青阳子的亲笔推荐信，说你拥有星辰道体，实力不弱于罡气9重。持此信可直接跳过初试，进入第2轮考核。第3轮是登星辰塔，9层塔每层考验不同，今年至少要登上第6层，能进内门。第6层，往年能登第6层的直接就能进内门了。星辰塔登得越高，入宗后的起点越高。既然来了，就登到最高层去。随机匹配，每人3场实战对抗，胜3场者进入第3轮，败1场即淘汰。罡气6重，还拿着推荐信免了初试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。请开始。承让，我认输。听说了吗？那个北域来的罡气6重，3场全是一剑秒杀，他连剑意都没用。检测到星辰塔顶层存在稀有机缘，上古星辰本源碎片，建议在第3轮考核中尽可能攀登高层。星辰本源碎片，第3轮得多爬几层。星辰塔共9层，登第5层入外门，第6层入内门，第7层直接成为核心弟子。第8层和第9层，入宗考核中能登第8层者不超过3人。第9层从未有人登顶。本座听说过你在北域的战绩，但星辰塔不看名气，只看实力。你的推荐信能跳过初试，跳不过星辰塔。弟子明白。前5层对我来说过于简单，不知道这第6层如何。
过关，可入第7层。星辰剑意，星云。过关，可入第8层。有人登上第7层了，直接成为核心弟子。是他。入宗考核中登上此层者仅3人。星辰剑意，心脏。过关，可入第9层。3000年了，终于有人在入宗考核中登顶第9层。这块星辰本源碎片是老朽3000年前留在此处的，持此令牌可入星辰秘境一次。秘境中有星辰不灭体完整版。令牌我留着进秘境，本源碎片等入了圣头上交，2样都不亏。自星辰塔建成以来，你是第一个在入宗考核中登顶第9层的人，你的名字会刻在星辰塔第1层入口。随本座入圣地。弟子段勋参见圣主。弟子在星辰塔第9层获得此物，愿上交圣地。星辰本源碎片，整个圣地不过5块，入宗第1天就上交此等机缘，你确定吗？弟子确定。好，这份胸怀1000年未有。从今日起，你晋升核心弟子，位列所有内门弟子之上，赏星辰峰洞府1座，上品晶石1万枚。上交上古星辰本源碎片，触发3000倍暴击，获得天阶极品星辰不灭体完整版9品巅峰星辰地流江乘以1星痕剑解锁第2形态。果然，系统东西比这些好太多了。星辰不灭体完整版直接到手，地流江一滴就能让元刚境提升1重修为，这波血赚。北域来的，登顶9层又怎样？接我10招不倒下，算你赢。不用10招，1招就够了。一剑打内门第10，从那之后，再没人敢在段勋面前提北域2个字。4大圣地每隔100年举办一次圣地大比，获胜者可获上古遗迹探索权。下次大比在1年后，参加需元刚境修为，内门排名前10才有资格竞争名额。多谢长老。1年后圣地大比，1年时间，突破元刚境，进入内门前5，时间够用。星辰秘境里有完整版星辰不灭体的至高感悟。星辰不灭体小成，现在肉身硬昂元刚境初期的攻击不成问题。再遇上厉天行那种级别，不用剑意，单凭肉身就能碾压。星辰秘境禁地，擅入者死。元刚境3重的攻击，硬扛没事，轮到我出剑了。段师兄，北域急报，厉天行突破了元刚境，带血煞盟残柱围困青阳宗，放话说要踏平青阳宗，逼你现身。他还敢动青阳宗？厉天行已突破元刚境2重，身边还有5个罡气9重巅峰的长老，你一个人太冒险。
1年前他罡气9重都没能杀我，现在他突破元罡境，我也不是1年前的我。段师兄回来啦！段轩大哥，厉天行围困青阳宗已3天，他说在老地方做个了断。老地方，好，我去会会他。1年不见，今天必杀你，以解我的心头之恨。星藏，不可能！我突破了元罡境，怎么可能还输给你？你输了。暗影楼吗？中州第一杀手组织。好，段勋，多亏你青阳宗才避免了灭顶之灾。掌教，青阳宗是我的家，我不会看着它毁灭的。那你接下来有何打算？掌教，圣地大比还有不到1年，我要回去闭关冲击元罡境。段勋大哥，我在宗门好好修炼，等你下次回来，我一定突破到罡气境了。不信。元罡境1重，圣地大比还有1年，这1年，我要把修为推到元罡境中期以上。4滴地流浆的药力还在丹田中没完全炼化，全部吸收完至少能到元罡3重，加上星辰不灭体小成的肉身，同境界无敌。但圣地大比上，其他3大圣地的顶尖天才，至少是元罡境中期以上。还得再找机缘。听说这次大赛的黑马是一个北域来的天才。听说万药剃须圣面的弟子连10招都没撑住。对呀，他才来中域多久？这天赋应该是万年来第一天才了吧？总决赛他还要对战天剑圣地的陆剑尘，我猜陆剑尘撑不过20招。段勋，我知道我不是你的对手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可以全力出手，让我看看我们之间的差距吧。好。9转星辰剑第5转，星河。我输了。输得心服口服。圣地大比第1，星辰圣地段勋。段勋圣地大比第1，从今以后就是我星辰圣地圣子。圣地大比夺魁，触发暴击，获得天阶极品星辰剑典完整版，10品圣丹星辰涅槃丹乘1，星痕剑解锁第3形态。星辰圣令乘1。10品圣丹，天阶极品剑典，这波够狠。圣子，您让我盯着的暗影楼有消息了。据可靠情报，暗影楼在中州边境的一处秘密据点最近有异常动静，现场残留了大量血迹的痕迹，似乎在进行某种改造。改造？暗影楼有一种秘术，能将武者改造成没有痛觉、只知杀戮的死士。被改造的人战力至少达到元罡境巅峰。更重要的是，探子在据点附近发现了你们北域青阳宗的旧物残片。青阳宗的旧物，赵宇果然没死。
血迹已成，他现在的战力至少在元刚境巅峰，但杀他容易，关键是幕后的人。暗影楼不会只培养一个死士。先回圣地，等他来找我。赵宇被暗影楼带走后，改造成了死士。暗影楼总楼主影杀是神罡境3重强者，圣地1000年来最危险的叛徒，我必须抓紧修炼。段勋，赵宇回来了，他在山门外说要见你，只等你一个人。段勋大哥，你终于来了，3年了，我等的就是今天。赵宇，3年前你残害同门，是宗门律法处置了你咎由自取。不过既然你活下来了，我也不会手下留情。怎么可能？我的血祭之力达到元刚境巅峰，你怎么可能硬扛？因为这3年我也没闲着。星辰剑意，星魂。3年，我不甘心。给你个痛快，也算是同门一场。暗影楼总舵的位置，这枚令牌上应该有线索。圣子，您让我追查的暗影楼有眉目了。北域边境的无名山谷发现一处被血祭的据点，现场找到青阳宗弟子令牌残片。赵宇的令牌，他果然没死。更麻烦的是，暗影楼楼主影杀，曾是圣地300年来最杰出的弟子，后堕入血道，修为已至神罡境3重。神罡境，当年叛出圣地时便是神罡，如今100年过去，只会更强。但赵宇被改造成死士，说明暗影楼的威胁已迫在眉睫。长老，请继续追查，我去向圣主禀报。影杀100年了，他终于按耐不住了。段勋，你如今已是圣子，本座也不瞒你。影杀当年之所以叛逃，是因为他偷学了禁忌血祭之术，妄图以亿万生灵为祭，突破地境。弟子请命，前往北域一探究竟。准。但你记住，若遇影杀，不可力敌。你的天赋万年不遇，但现在的你还差了一个大境界。这规模，起码是暗影楼的核心据点。先摸清内部情况，再做打算。四方联动阵，这般阵法规模，和赵宇此前盘踞的据点完全无法相比。暗影楼在此地暗中经营布局多年，远比众人所知的更为深远。楼主已然传下指令，隐秘修行据点已然全部修缮完备，只待本月月圆灵气盛盛之时，4座法阵同时引灵起阵，楼主便可借四方灵阵汇聚的磅礴灵力，突破自身境界。我听闻星辰圣地出了一位圣子，名唤段勋，近日接连破破我方多处隐秘修行据点。不过是元刚境的后备修士罢了，楼主从未将他放在心上。
他若执意贸然前来搅局，只会白费力气，无功而返。4城邪阵联动，影杀这狂徒果然选择了这条捷径。圣主，弟子恳请圣帝即刻整军备战。月圆阵起之日，距今不足半月，局势紧迫。本座已然知晓此事，你继续探查其余据点的动向，圣地这边自有调度安排。小老鼠擅闯他人腹地，暗中窥探，可不是什么好习惯。影杀，星辰圣地的圣子段勋，本座听过你的名字，在北域杀厉天行，在星辰塔登顶9层，倒是有几分本事。影杀楼主亲自现身，是来给赵宇报仇的。赵宇，一枚用过就丢的棋子罢了。本座好奇的是你，元刚7重能潜入本座的据点而不被察觉。随手一指就有这种威力，神刚劲和元刚劲之间的差距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大。躲开了，不错。刚才那一指寻常元皇巅峰都未必躲得过。来而不往非礼也。星辰剑意，星藏。有点意思。天阶上品剑意，难怪厉天行会败在你手里。想走？星辰传送符，圣地倒是舍得给。不过下次见面，你连捏符的机会都不会有。4座主城同时血祭，以100万生灵为祭品，突破地境。引杀这疯子，筹备了100年，终于要动手了。万妖圣地已调集全部长老，随时可以出战。天剑神帝也是，但影杀是神罡3重巅峰，我们这边能正面抗衡他的人。本座与影杀100年未交手，他当年便是圣地第1天才，如今堕入血道100年，实力只怕已不在本座之下。但此战，星辰圣地不会退缩。弟子段勋，追查暗影楼所得全部情报，上交圣地。上交战略级机缘乘以5，触发5000倍暴击，获得天阶极品星辰封天阵阵图，12品地丹星神不灭当乘以1，星痕剑解锁第4形态封天。星辰封天阵，系统这次给的不偏不倚，更好是破局的关键。圣主，弟子有一计。暗影楼的血祭大阵是4城联动，只要同时封印4座主城的阵眼，血祭之力就会逆转倒流。这套星辰封天阵可以做到。天阶极品的封禁阵法，这阵法若是真的，不仅封印血祭，还能将影杀困在阵中。这阵法你从何处得来？玄天宗传承中偶得，弟子愿率圣地弟子亲自镇守4城阵营。好，传本座法旨，星辰圣地全体备战。叶星河率内门弟子随段巡布阵，同时通报3大圣地，7日之后会交暗影楼。4大圣地联军兵分4路，但是影杀现在在哪里？4座城的血祭光柱共享同一个灵力源头，只要同时封住4座阵眼，血祭之力就会反噬。找不到影杀本体没关系，4座城一起封，他自然会现身。
星辰封天阵，起！小辈，坏本座100年大计！神罡巅峰的全力一击，不过如此。影杀，你的弘济大阵已经完了。毁了弘济大阵又如何？本座便亲手屠尽你们，再拿你们的血重新大战。元刚7重，本座当年屠灭圣地长老时，你还没出生，就凭你也敢挡本座的路？影杀，你叛出圣地，屠戮同门，如今又要弘济100万生灵，你的道错了。你懂什么？本座当年是圣地第一天才，100年便入神罡，是他们嫉妒本座的天赋，说本座的弘道是邪术。错的是他们，是这个世界。系统给了我4道心痕，但这第5道，是我自己在北域战场，在星辰秘境，在每一次生死边缘磨砺出来。它不属于任何传承，只属于我。守护之痕。星辰永恒。这不是天阶剑法，这是什么力量？这是守护的道，守护同门，守护宗门，守护这片大地上每一个值得守护的人。你永远不会懂。100年恩怨，今日了结。段勋，这一剑已超越天阶，是你自己悟的。是，在我想要守护一个人的时候，忽然就悟了。本座执掌星辰圣地300载，今日传位于圣子段勋。段旭入圣地不到3年，以元刚境登顶星辰塔9层，以一剑斩暗影楼主影杀，以星辰封天阵救4成100万生灵。这份功绩1000年来无人能及，圣主之位实至名归。我段讯从北域一个杂役弟子走到今日，真正让我走到今天的，是每一次生死搏杀中磨砺出的剑意，是每一个想要守护的人给予的力量。今日我接任圣主，立下第1条法令：星辰圣地向外门开放藏武阁，所有弟子不论出身，皆可宴习地阶以下功法。凡有资质者，不论宗门背景，皆可参加圣地考核。圣主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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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段勋圣主，4大圣地同气连枝，日后还请多多照拂。一定。当年在这里服下第1枚纯阳丹，从断体4重突破到8重。那时候最大的愿望是进内门，不再当杂役。现在想想，真小啊。段勋大哥，庆功宴还没结束你就跑了，所有人都等着敬你酒呢。苏瑶都行气境了，还这么毛毛躁躁。圣主大人跑回杂役木屋怀旧，传出去可不太好听。不过你当圣主那天说的话我听见了，外门弟子也能进藏武阁。段师弟，这事儿干得漂亮。当年你在这间屋子里突破断体8重，本座还以为只是外门多了个勤奋的弟子，谁能想到那个杂役会有今日。
系统已经很久没有提示了，到了神罡境，能触发暴击的机缘越来越少。此剑名为守护，此阵名为永恒。段勋大哥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这5颗星辰以后就是守护大陆的屏障了。只要星光不灭，这座大阵就永远运转。以后不管是邪修还是魔物，都越不过这道防线。真厉害！当年在黑水山脉你救我的时候才断体境，现在已经是圣主了。你不也是？当年那个躲在铁牢里的小丫头，现在是罡气巅峰的高手。我这点修为算什么？要不是你把我带回青阳宗，我早就死在黑帽叟里了。段勋大哥，谢谢你。少来这套，好好修炼，等你到了元罡境，说不定还能帮我大忙。那颗星在回应我的星河。他在看我。检测到位迟，信号源，坐标无法解析，距离无法估算，来源位于当前认知范围之外。初步判定，上古星域遗迹，等级超出现有评级体系，建议突破地境后，可尝试以星辰体为引，寻星河感应溯源追踪。段勋大哥，怎么了？苏瑶，你看到了吗？5颗守护星辰之外，那颗紫色的星，一闪就没了，那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的星距能感应到它。那我们以后岂不是可以去探索？现在不行，等我突破地境才能尝试溯源追踪。那还不简单？你修炼速度这么快，突破地境是迟早的事。地境之上还有更远的路。苏瑶，这世界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。段勋大哥，你尽管去闯，等你突破地境，我差不多也到元罡巅峰了，到时候你在前面开路，我跟上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